2025年11月13日，山西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内，一场持续6小时的庭审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被告席上的申洪良垂首沉默，原告席上郭永刚的遗孀赵某辉双眼红肿。这起由狗咬人引发的人杀狗、人杀人案，经过激烈辩论，仍未当庭宣判。庭审外，网络上早已吵成一片。有人说老申是正当防卫的英雄，有人骂他是防卫过当的凶手。一条土狗的性命，2个家庭的破碎，为何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当非法侵入住宅遇上故意伤害致死，法律的天平该如何倾斜？今天我们不只还原案情，更要拆解这场悲剧背后藏在法条与人心之间的深层矛盾。长治市鹿城区白鹤关社区的申郭2家做了20多年的邻居。申家是外来户，老申靠建材小生意立足；郭家是本地的体面人，郭永刚做全屋定制生意，妻子赵某辉还是区政协委员。20多年，2家相安无事，甚至申家儿子申宇浩结婚时，郭家还随了礼金。谁也没料到平静会在大年初2这天彻底崩塌。2025年1月30日，大年初2的午后，19岁的小申正要和朋友出门，路过郭家门前的空地时，意外发生了。郭家在这片公共空地上搭了狗窝，一条土狗被1.7米长的铁链拴着，突然挣脱扑咬过来，一口咬在小申的脚上。小申踢开狗准备上车，没想到狗再次冲来，咬住了他的小腿。连续2次被咬伤，鲜血浸透裤脚，年轻气盛的小申彻底怒了，他拽住狗链，将土狗重重摔在地上。因为郭家没人，小申先和朋友外出，等他傍晚回来时，发现狗已经没了气息。大过年的被狗咬，讨说法都找不到人。路程就是你们最厉害，打狗还看主人啊什么，就是这种话吧。等了大概1个多小时，就是他也没有见着人什么的，也没有回来的迹象。然后我们想着那要不就是报警看看吧。当时是先找的对方沟通，就是先给他们打的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态度不好，就是什么为啥要去狗跟前啊，那个谁让你去狗跟前的，就大概是这种话。我弟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大概说的就是你听我说一下为啥，对吧？然后但是对方就是完全就不听，就是不是说听完才说什么发表什么，而是就是直接就是打电话，就是对方就是在说，然后后来就没有完全没有达成一个沟通。小申回家把事情告诉母亲，申母气得四处找郭家无果，打赵某辉的电话也没人接，只能选择报警。报警后没几分钟，赵某辉的电话回过来了，可电话那头没有半句道歉。得知狗死了，他当场暴怒：陆城属你最厉害了是不是？敢打死我的狗！刺耳的咒骂让小申怒火中烧，直接摔了电话。更让人气愤的是，当派出所通知双方去调解时，赵某辉直接拒绝：你们能给我赔钱还是能咋处理？我晚上自己解决，你们等着接打架的电话吧。社区主任闻讯赶来调解，却被赵某辉一句话顶了回去：打狗还得看主家，这事儿你别管。警方觉察到不对劲，赶紧让在派出所等候的小申给家里打电话，叮嘱早点锁门，防着点。但警告还是晚了。说他打电话，你们把门关好啊，想调解的叫人家，人家不来，人家把门关好，我们就把门关好了，他就硬砸嘛，以防万一嘛。我们也是多方协调，希望就是能妥善处理，就是没有想到最终还是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收场了。赵某辉纠集的人已经在去申家的路上。当晚7点多，赵某辉带着妹夫韩某、外甥刘某伟出现在申家门外，二话不说就开始砸门砸玻璃。申家紧闭大门不敢开，韩某一脚就踹开了房门。随后郭永刚带着3个女儿也赶到了，一共9人涌入申家，屋内瞬间乱作一团，玻璃碎片满地都是。老申被几个人围在墙角殴打，鼻骨被打断，右侧眼眶也肿得睁不开眼。
被逼到绝境的老申突然摸到窗台上放着一把鲨鱼刀，那是家里平时用的工具。混乱中，他握着刀胡乱挥舞。当邻居们把人拉开时，郭永刚、韩某已经倒在血泊里。最终，郭永刚因左股动脉被刺断，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韩某构成重伤2级。赵某辉和郭家女儿也有不同程度的受伤。案发后，赵某辉、韩某等人因非法侵入住宅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老申则因故意伤害罪被起诉。一场邻里纠纷最终以1死3伤2家人涉刑的结局定格在那个冰冷的除夕夜。人就是没有我们家的狗值钱，什么打狗还要看主人嘞，今天晚上就要弄死你们了。然后对方把我们的就是门还有外面的墙上的玻璃全部砸了。2025年11月，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此案。庭审现场，控辩双方的辩论焦点始终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老申的行为到底算不算正当防卫？这个问题不仅难住了法官，更在网上引发了全民大讨论，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第一派是以公诉机关郭家及其代理律师为代表的防卫过当论，他们的理由很明确，核心就是结果重于过程。郭家首先推翻了部分事实。赵某辉说，小申是酒后斗狗才被咬伤，自家1.7米的狗链根本够不到路人，狗是被小申用板砖砸死的。当晚他们去申家，只是想质问为啥下狠手杀狗，没打算打人。郭永刚一开始都不想去，是后来才赶过去的。赵某辉还强调，他们空手上门，砸玻璃只是出气，和老申保持距离争吵，没动手围殴。郭永刚进门10几秒就被刺伤了。公诉机关的观点更直接，老申有防卫的权利，但防卫行为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他们提出2点关键依据：一是没有证据证明郭家人携带凶器，老申没遭遇严重危及生命的暴力侵害，不满足特殊防卫的条件；二是郭家人的殴打只是造成老申轻伤，而老申却导致1死1重伤，防卫行为和不法侵害行为不相适应。一些法律界人士也支持防卫过当的说法，他们认为法律意义上的行凶特指使用致命凶器攻击或实施严重暴力，郭家人赤手空拳的殴打达不到行凶标准，而且正当防卫要求制止侵害即停手，但老申对郭永刚连刺9刀，这种持续攻击的行为已经超出了防卫的范畴，更像是报复性伤害。更关键的是，韩某才是殴打老申最凶的人，老申对他的伤害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但郭永刚进门晚，动手轻，却被刺成致命伤，这说明老申的行为针对性不强，更符合故意伤害。而第二派则是以广大网友和老申辩护律师为代表的正当防卫论，他们的理由充满了朴素的情感和对弱者的共情。当家门被踹开，家人被围殴，我除了反抗还能做什么？老申的辩护律师李胜直接提出了无罪辩护，他拿出了关键证据：申家4口人的伤情鉴定报告。老申鼻骨骨折，眼眶内壁骨折，申母右臀部软组织挫伤，小申姐姐右手和面部挫伤。如果没有围殴，一家人怎么会多处受伤？李胜还指出一个疑点：韩某的重伤伤口和老申的鲨鱼刀完全不符，刀上也没有韩某的 DNA， 这说明现场有第2把凶器，郭家人根本不是空手上门。网友们的愤怒更是集中在郭家人的嚣张和老申的绝境上。有人翻出赵某辉对警方说的等着接打架电话，对社区主任说的打狗看主家，质问这是去说理的态度吗？更多人提出了灵魂拷问：当8、9个人踹开你家大门，打砸东西，围殴你和家人，你怎么判断他们有没有凶器？怎么精准控制反击力度？是抱头挨打，还是拼死反抗？有网友的留言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如果破门而入，群殴老人都不算严重暴力，
那什么才算？要是老身不反抗，死的可能就是他和家人。法律不能苛求一个被围殴的老人像法医一样精准判断该刺哪儿，刺几刀。甚至有人类比，当年反抗侵略是正义，难道反抗闯进门的暴徒就成了犯罪？一边是法条层面的结果论，一边是人情层面的情境论，一边是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一边是家门被迫的绝境反击。正当防卫的边界在这场案件中变得异常模糊，也让法律的冰冷与民意的滚烫形成了强烈的碰撞。其实这场悲剧远不止正当防卫这一个争议点，当我们拨开犬护的表象，会发现背后藏着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基层权力的失衡、养犬管理的漏洞，以及老实人被逼上绝路的社会困境。第一个绕不开的是权力身份对纠纷的影响。赵某辉的区政协委员身份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了关键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协委员不是公职人员，但在基层社会里，这个身份意味着有资源、有面子，这也让赵某辉的态度格外嚣张。从拒绝警方调解时的“你们能咋处理”，到对社区主任说的“打狗看主家”，再到当晚就纠结9人上门报仇，赵某辉的每一步操作都透着有恃无恐。有邻居私下透露，郭家在当地是厉害角色，而申家是外来户，没根基。更让人唏嘘的是，冲突中赵某辉曾喊出“你们家的人都没有我们家的狗值钱”。这句话与其说是心疼狗，不如说是权力身份带来的优越感在作祟。我是政协委员，你一个外来户，怎么敢动我的东西？如果老申没有反抗，或者没有造成死亡后果，以赵某辉的身份和态度，申家能讨回被狗咬、被人打的公道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很多人支持老申的深层原因。人们害怕的不是防卫过当，而是权势压人。第二个问题是人狗冲突背后的社会治理漏洞。这些年，随着养狗的人越来越多，狗咬人、狗扰民的纠纷屡见不鲜，但很多时候都被当成小事处理，最终酿成大祸。长治这起案子就是典型的小问题拖成大悲剧。郭家在公共空地搭狗窝养狗本身就不合规定，1.7米的狗链不足以保障路人安全，这是明显的安全隐患。但这些问题没人去管，直到狗咬伤了人，矛盾爆发，基层调解又掉了链子，警方通知调解，郭家拒不配合，社区介入，被一句别管顶回。基层组织的不作为，让申家的合法维权无门，也让郭家的嚣张气焰更盛，最终把老实人逼到了用刀说话的地步。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动保理念和权力特权的结合。赵某辉未必真的爱狗，但狗成了他维护面子的工具。就像有评论说的，真正危险的不是狗，是狗仗人势。一些权势人物把狗当成身份符号，觉得普通人的权利还不如自家的狗金贵。第三个问题是老实人的压抑反弹。老申在社区里的口碑很好，街坊都说他本分老实，做生意从不坑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挥刀伤人？心理学上的压抑反弹或许能解释。老实人不是没脾气，而是把情绪都压在心里。当求助无门、退无可退时，爆发的力量往往是毁灭性的。从被狗咬、报警调解无果，到家门被踹开、被围殴致伤，老申的每一步都在走正规途径，但每一步都被堵死。当公权力无法及时保护他时，刀就成了他最后的护身符。就像网友说的，如果讲道理有用，谁愿意动刀？当老实人举起刀，错的从来不是老实人，而是把他逼到绝路的人。这起案件的庭审还没有宣判，但它带来的思考早已超出了案件本身。我们争论正当防卫的边界，本质上是在追问法治社会里普通人该如何保护自己。当权势与弱势碰撞，法律该如何守住公平？首先，法律不能脱离人情，更不能成为教条。
最高法早就强调，判断正当防卫要立足现场情境，综合考量，不能搞结果唯一论。老申面对的是9人非法侵入住宅，暴力殴打家人的绝境。在封闭的屋内，他无法判断对方是否有凶器，也无法预知自己的伤害会有多严重。这种情况下，要求他精准控制防卫力度，本身就是对受害者的苛求。法律的本质是保护守法者，惩治违法者。如果因为老申造成了死亡结果，就忽视郭家人非法侵入住宅、暴力殴打的前提，那法律就会变成不法者的保护伞。就像法律界人士说的，法治的精髓是让守法者敢反抗，而不是让不法者肆无忌惮。其次，基层治理必须打破特权，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赵某辉的政协委员身份不能成为拒绝调解、嚣张跋扈的资本。公共区域的养犬管理不能只管普通人，不管全市家。基层组织更要主动作为，当纠纷发生时，不能和稀泥，更不能放任不管，及时介入，公正调解，才能把小矛盾化解在萌芽里，避免酿成大的悲剧。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社会要善待老实人，给他们说理的地方。欺软怕硬的人性本能，让很多人觉得老实人好欺负，但老实人的隐忍从来不是软弱，而是对规则的尊重。当规则无法保护他们时，暴力就会成为最后的选择。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让老实人受委屈，更不该让老实人被逼上绝路。我们需要的不是逼人举刀才能讨回公道的法治，而是不用举刀也能守住尊严的文明。目前老申的案子还在等待判决，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起悲剧都该给所有人敲响警钟。事不能做绝，利不能占尽，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对权势者来说，别拿身份当特权，狗再金贵也比不上人的生命。对法律来说，别让条文冷冰冰，要让公平暖人心。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生活里的老实人，都渴望在遇到不公时能有地方说理，有法律撑腰，这才是法治社会最该有的样子。我是小薇，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